在21世纪以前，天花曾经是全球最可怕的传染病。后来人类防疫成功，让天花成为史上唯一一个从自然界完全根除的传染病。但最近有个号称类天花的病毒突然在全球各地出现了，很多人担心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是不是又要开始了？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被称之为是类天花的猴痘病毒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大约是5月中的时候，全球有好几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天内接连出现了猴痘疫情。而到我们录影之前呢，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突然出现猴痘病毒，总共确诊超过200人，而且范围几乎遍布了全球各大洲。这个猴痘病毒跟已经根除的天花病毒症状非常的相似，还被称之为是类天花。人在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头痛、发烧，身上还会长出类似水泡的皮疹。以往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猴痘病毒，但最近猴痘病毒却到处现踪。很多的疾病专家呢，还有 WHO 都表示，现在的状况极其不寻常，还警告说未来一阵子病例数应该会持续的增加。那在美国也出现病例之后，总统拜登也表示，猴痘疫情是每个人都该关心的事，认为疫情如果扩大，后果会不堪设想。所以这个猴痘到底是什么病，会很危险吗？究竟真的是天花翻版重来？那这样下去会演变成另外一场席卷全球的重大疫情吗？那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有兴趣来点酷东西吗？我们最近在脸书 Messenger 上面制作了一个 Chatbot， 透过一些小小的任务，想要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体验。前200个完成完整任务的人呢，还可以成为我的 IG 挚友，看到挚友限定的动态。要完成什么任务呢？很简单哦，只要到 Chatbot 点几下追踪我的 IG， 回答几个关于哈的小问题，就可以累积积分得到奖品。而除了限定的挚友名额以外呢，我们这一次也跟 Forest 专注森林这个 App 还有 Shopback 现金回馈平台合作，只要在 Chatbot 上面完成第一步的预约任务，就可以获得订阅优惠、游戏虚宝，还有优惠的折扣福利。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完成 Chatbot 任务吧。在1958年的时候，有一批用于实验的猴子爆发了类似水痘的疾病，人们在这些猴子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就把它命名为猴痘病毒。不过猴痘病毒的原始宿主到底是哪一种动物，至今还没有办法确定。目前只知道这种病毒跟天花属于同一个家族，宿主包含了像是老鼠啊、松鼠等等的啮齿类动物，或是猴子之类的灵长类动物，而主要的流行区域是非洲中部跟西部的热带雨林。而且这2个地方的病毒株也不太一样，中非的病毒株毒性比较强。那到了1970年呢，在中非的民主刚果呢，发现了一位9岁的男童感染了猴痘，是史上的第一起人类确诊案例。而在那之后，非洲有11个国家都陆续出现了人类感染的病例，而多半呢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区。直到今天，非洲每年都还是会有上千人感染猴痘，但在非洲以外的地方，猴痘其实非常的罕见。今年以前，在非洲之外，只有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曾经出现过小规模的疫情，而且感染源都很明确，不是从非洲来的动物，就是从非洲移入的个案。但最近这波疫情就非常不同了，猴痘不只是出现在非洲境外，而且在5月中，欧洲、美洲、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几乎是同时出现猴痘疫情。更不寻常的是，这次疫情的感染源不明。除了5月初英国的3例个案之外呢，各国最初的确诊者绝大多数都没有旅游史或是相关的接触史。所以各国政府直到患者病发主动就医之后，才发现了国内的疫情。那猴痘患者病发之后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症状呢？一个人在感染了猴痘病毒之后，通常会经历6到13天的潜伏期才会发病。不过也有少数案例的潜伏期长达3周，而并发之后的这个症状呢，则是跟天花很像，只是症状比天花轻微。一般来说，发病的头1到3天会出现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全身无力、淋巴结肿大等等的症状，而之后呢，就是从脸部开始出现一粒粒的皮疹，再扩散到全身。而这种皮疹刚出现的时候呢，只是扁平的黄色斑点，但后来就会鼓起来，像是一个小水痘一样的囊泡。之后呢，还会开始化脓，最后结成痂脱落。这整个皮疹的阶段呢，大概会持续2到4周，多数的患者都是轻症，结痂脱落之后呢，就会自动痊愈。而最近在非洲以外地区出现的呢，也是症状比较轻的西非病毒株。不过还是有少数的重症甚至死亡的案例，尤其是儿童或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会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另外，在不同国家、不同病毒株之下，致死率呢也会差异非常的大。以西非
病毒株来说好了，美国在2003年爆发疫情的时候，81例的确诊中没有任何的死亡案例，但2017年同一支病毒株在奈及利亚感染大约200人的时候，致死率呢则是有 3%， 而毒性更强的中非病毒株平均致死率更是高达了 10.6%， 而且光是今年初到现在，在民主刚果呢就有1238人确诊，57人死亡。就目前所知这种病毒呢，可以借由体液、皮肤接触，还有呼吸道飞沫传播。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直接去接触染疫的动物或者人。而之前的疫情呢，基本上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比如说被染疫的动物给咬伤或是抓伤，让病毒从伤口进入到体内，又或者是在猎捕动物的时候接触到它们的血液跟体液，甚至是食用的时候没有彻底的煮熟而染上了猴痘。但是最近的这波疫情主要是人传人的状况，猴痘患者呢在发病之后就可能传染病毒给别人，但传染力并不强。传染的途径包含了直接接触到患者的皮肤病变，或者是碰到被患者的脓液啊、血液沾染的这个毛巾、衣物等等的物品。而另外呢，由于患者的口腔内部也可能有溃疡，所以病毒呢也可能会借着唾液传播，只是要长时间面对面的接触，吸入大量的飞沫，比较有可能会感染。也因此通常只有医护人员啊，或者是跟患者密切接触的人，比如说像是家人啊、伴侣等等，才有比较高的几率会被传染到。而最近有些人也推测猴痘病毒可能会借由性行为传染，因为根据 WHO 的资料，这次欧洲的疫情呢，最初是发生在参加狂欢派对的年轻男性身上。但是很多专家表示，这可能只是长时间相处所导致的，不一定跟性行为有关。也提醒大众不要把这个疫情的扩散归咎于特定的族群。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猴痘的患者可以自行痊愈不需要额外的治疗，所以经过证实的治疗方法不多。但在今年初，有一款为了治疗天花而开发的药物呢，已经获准用于治疗猴痘。而现阶段各国主要还是采取预防感染的方式来控制疫情，而可以做的预防措施基本上就是避免跟确诊者密切的接触，以及减少跟啮齿类还有灵长类动物的接触。但多数国家都判断猴痘不容易人传人，所以呢只有追踪疫调，并没有强制隔离的规定。目前只有比利时呢在出现疫情之后，有要求这个确诊者要自我隔离21天。而另外研究也显示，过去的天花疫苗也可以用来对抗猴痘，保护力达到了 85%。不过天花都绝迹40年了，市面上还有疫苗可以打吗？目前唯一一支获准用于猴痘的疫苗呢，是丹麦公司在几年前用天花病毒所研发出来的新型疫苗，可以用来预防天花跟猴痘。而这款疫苗呢，有超多不同的名字，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呢，它的定位不太一样。在欧盟跟加拿大呢，是批准它作为天花疫苗，保护实验室的人员和预防这个生化武器。而美国呢，只是在2019年就批准它用于猴痘。那最近在美国也出现了猴痘病毒之后，他们也编列了35亿元台币的预算，订购了几百万支的疫苗备用。而随后呢，德国也下定了4万剂。而至于台湾呢，指挥中心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抢购疫苗计划，因为台湾到1979年才停止接种天花疫苗，所以多数45岁以上的民众呢都有施打过，而且我们也有检测猴痘的能力。所以现阶段的做法呢，是密切的注意猴痘疫情走向，并且借由现有的入境7天居家检疫的政策来强化监测台湾的状况。猴痘疫情在欧美的各国出现之后呢，有很多的西方学者都表示，一般大众面临的风险非常的低，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猴痘虽然跟天花很像，但是症状轻微很多，而且也不太容易人传人。在猴痘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大概只有 3% 的人会被传染。不过在目前这种全球多国几乎同时出现个案又感染源不明的异常状况之下，还是有人非常的担心，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猴痘已经变种，有了比较高的传播力了呢？多数专家是认为猴痘是不太容易变异的 DNA 病毒，变种的可能性不太高。而且最近发现的病毒基因组序列跟几年前的病毒株很相似代表病毒应该没有变种。只是各国的卫生局还是有开始分析病毒，检查出现变异的可能。而关于这次的猴痘疫情呢，在各国爆发的根本原因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在看到猴痘疫情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当下的反应是怎么又来一个？看着眼前的这个 COVID-19 疫情根本还没有结束，又跑出了一个猴痘病毒，难免会有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虽然目前看到的多数专家意见都是认为猴痘的威力远远低于 COVID， 应该不会变成全球大流行。不过他们也没有把话说死，毕竟病毒这个东西真的蛮难以捉摸的。想当初 COVID-19 刚出现的时候，很多国家甚至 WHO 也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局面。而我们在
爬出猴痘资料的时候，也意识到很多国内外媒体引用的猴痘致死率低、对民众威胁不大的说法呢，其实是比较西方本位，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在非洲的很多地方状况并不是这样子，猴痘不止在1970年代开始就在非洲肆虐，也一直没有绝迹，到现在每年还是有很多死亡的案例。那虽然我们知道世界并不公平但还是会觉得这很残酷，也会忍不住去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认识的病毒在肆虐呢？反过来说，其实在非洲流行的病毒不只让很多的非洲人受苦，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病毒也可能蔓延到其他的地区，甚至跑到台湾来。像是至今都还没有绝迹的艾滋病毒，最初呢就是在非洲发现，之后再扩展到全球。所以想到这里我们也很难把这些疾病当作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了。不过如果我们可以早一步掌握状况，还是会比较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做好应对的准备。所以我们觉得及时掌握相关的资讯还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呢，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尽快的了解猴痘目前的情况。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你会担心猴痘疫情继续的蔓延，甚至跑到台湾来吗？一定多少会担心面对陌生的病毒，还是要多多留意，配合防疫，小心一点比较好。不太会担心感觉猴痘不太容易传染，疫调隔离做好就能够阻断，先不用太杞人忧天。所以目前是还好，只是猴痘的症状感觉很痛苦，真的希望呢它不会蔓延最好跟天花一样绝迹。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猴痘病毒。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非洲猪瘟到底有多可怕，以及登革热怎么防治。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